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当祖母，但没想到是这个后果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公司昨天接了个足部产品拍摄广告，客户来公司挑选网红当模特。我公交车上那个网红是哪个啊？我这蹩脚的脚丫子怎么打得起脚啊？于是我晚上斥巨资给他大屏小屏的泡了2个小时。行。第二天起床，我都想倒立去公司，双脚从未如此丝滑过。可到了正式拍摄的时候，在聚光灯下烤了2个小时的脚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它冒泡了。我才想起来，昨晚用的去角质霜是隔天才起作用的。随后就是一阵爆米花似的爆皮，跟下了雪似的。他们哪见过这场面呀？客户都给整懵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抓紧找个足疗店搓搓死皮。老板向我强烈推荐他们家新引进的鱼疗项目。我脚放下来的时候，整个池子里的鱼都被我吸引来了，开始对我一顿猛嘬。我谢谢你啊！当然得谢谢我了，我把它鱼喂的饱饱的，不得给我打个折吗？全给我撑死了！撑！我还以为他们吃饱了仰泳呢。3000。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买了几条吃脚皮的仰泳鱼，就带回去给我家猫开个荤吧。回家之后，老板和同事还怕我受打击，特地赶过来安慰我。这叫信任，好好用啊！我也在饭桌上解释了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好了好了，快吃吧，看这鱼不错。是吧？萌萌刚带回来的。啊，我带回来。哎，这个时候的鱼还有鱼籽呢啊！我操！家人们，我给客户干冒烟了。老板说今天带我请客户吃饭，但我迟到了10分钟。不好意思，他们就吃完了。家人们谁懂啊？下头老板。行了，剩这么多，够我打包吃3天的。为啥男的也一起上厕所？但凡留一个，我也不会这么没出息。你好，来了。走啊！你不知道我从塑料袋里掏串串时候有多尴尬，关键是今天鼻炎还吃不了辣。想打喷嚏，两手站着也没法嘟嘴啊！我好像能闻到火锅味了。我好像看不见了。我这下意识的一上手，直接给客户造型了。怎么说，好像头被牛舔了。这火锅实在太辣了，我得想拿包里的椰壳粉漱口缓解一下。可我刚含进去一口，啥好东西啊？都尝尝啊，啥味儿？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谁先说话谁尴尬，非得这么好奇干啥？王总，王总。以后别瞎给德痔疮的推荐偏方。前2天我买了个防痔疮坐垫，就中间有条缝，它透气。可设计的人指定没想到，它一坐就往两边掰你的屁股。我的内痔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，不出意外的掉出来了。悬铃木你们都知道吧？别再问了。经过上次在肛肠哥拔出金针菇的尴尬，这次我准备自行解决，从网上找了个偏方。但是到货之后我人就傻，一瓶润滑液，一颗紫皮独头蒜，就这还他妈保密配方，大韭菜一样。我再三跟店家确认，他以祖宗的名义向我保证，并且再次喊出了响亮的口号，我信了。我在厕所足足发起了1个小时的猛攻。说实话，从未体验过的臃肿火辣，家人们千万不要模仿，我相信你们也不敢模仿。还真别说，第2天真消停多了。别说痔疮，我整个臀部都感觉不到存在了。今天我学会了在职场夹着尾巴做人，可到了工位，我给那坐垫忘了，一坐一掰，当时一道闪电就麻到我头皮上了。我操，这熟悉的感觉！你东西掉了。我实在不明白，同事手里那颗紫皮独头蒜为什么一夜之间发芽了？是潮湿，是营养。后来我把它种在我的工位上，以蒜明志，直到它后来不见了。因为我们老板那天点了顿饺子。是啊。
还有比在别人家上厕所更尴尬的事儿？有，上大的还窜了。虽然我蒙子一直立了一个肠胃不好的人设，但这一次我已经4天没上厕所了。可能是吃辣吃多了，也可能是闺蜜练脑给我气的。房子我给他住的，水电我给他交的，就连裤衩都是我给他买的。就冲着5斤小龙虾，我带着他就冲他前男友家去了。这路上我是想了1万句恶毒的话，可我这不争气的肠胃在踏进那男的家门口的那一刻，他绷不住了。想干嘛呀？上个厕所。啊！我坐马桶上听外面俩人对话，我就想赶紧拉完出去给那男的一嘴巴。可我这一激动，大声好像我崩了根钢筋出来。完事接下来的15秒，我就跟开了香槟似的，那不停的喷呢。最后我想冲厕所的时候，这分手的水费是真没人交啊！关键我一回头，他纸也没了，这就当他的报应。这是昆之药神灵健脾胃颗粒，你吃点这个吧。昆之药神灵健脾胃颗粒，吃好喝好，快乐不倒。第2季等级挑战赛马上开始。就这样的女孩，她怎么忍心伤害的呀？走，你自己走，我们和好了。他。完事当天晚上，我闺蜜就把我拉黑了，倒不是因为我喷她男朋友，应该是他俩充完水费洗澡了。哎，你上我衣服手啥味儿啊？啥？厕所不是没纸吗？听说路上跟洒水车打招呼就能免费刷车，我信了。那天我开车要接个货，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我就看辆洒水车，一个眼神就跟上面喷水大爷对视了。我打开雨刷发送暗号，这大爷给我摆了摆手，就没再理我。绿灯一起过，还车猛一波离一点了。我今天还非洗不可了，还我一路跟着他，直到他停在一个公园旁边。大爷下车拿着棍就走了，那水管的开关就摆在我眼前。我寻思也别麻烦大爷了，我就自己冲一下。我抱起管子对准车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大爷回来看我都懵了，我看大爷也懵了。大爷说西湖车可不是这样用的，西湖车，那它跟化粪车还是有区别的吧？我一路哭着就把这辆福利品送洗车行去了。大哥没多要，开口就2000，说顺带把我也洗了。那一看车喇叭都糊上了，一摁跟对小米粥似的，说找个便宜的先给我换了。回公司的时候，老板和客户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老板问我为啥把客户割了，我说车坏了去修车了。坏了。家人们，还有什么比走错试衣间更社死的吗？今天在商场试衣服，出来照完镜子感觉小了点，我就回试衣间脱下来，服务员帮我换身大的。怎么我换个衣服的功夫多了一条男士裤子和43码的皮鞋啊？我走错试衣间了。人吗？东西在里边啊。这是我去另一间换啊。我不，他去另一间的话，我的那纱和那纱不就全都被看见了？眼见服务员迟迟不回来，我就想麻烦大哥帮我随便拿件衣服，我先换上呀。就不能拿身大点的吗？这衣服根本脱不下来啊！我光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挣扎了好久，冰凉的感觉直钻我的肚子。随后感觉安天门一道酥麻的闪电划过，随后一声闷响，让我在试衣间把大招放了。我在试衣间足足处理了1个小时，别问我怎么处理的，反正我把它买了。那你放回去吧，我们不卖。这大哥给我找的衣服是扒的模特身上的样衣啊！不过钱能解决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，我3800轻松拿下一套紧身厕所，还送一个模特。扛着弹射死，丢了又心疼，我果断买了个行李箱，随后把它大卸8块和藏着宝贝的新裤子扔了进去，搞定，回家洗洗应该还能用。可我忘了，回家做地铁要过安检啊！你好，请打开看一下。要不算了吧。请打开，我需要检查一下。我还没来得及想好理由解释这一切，一具泡在汤里的模特已经赫然出现在大家眼前。王致和，你知道吗？
我好这一口。我证实了，灯泡确实能塞进嘴里，也确实拔不出来。我不理解谁会发明一个叫大灯泡的汤，更不理解公司这群油腻男比嘴巴大会获得什么快乐。宋萌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才不会和无聊的人和事儿浪费时间。那我的奖品不白买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赌上尊严把一个灯泡放嘴里，就为了换另一个灯泡吗？完了，拔不出来了。为什么赐我一张可以吞灯泡的大嘴，又把它用灯泡堵上？不用疑惑，这说明书上解释的明明白白的。多损呐！鸡嘴口哨这不又派上用场了？要不我叼着个灯泡开会，会显得我很嚣张吧？保护意识挺强啊！我只求今天这会千万不要让我说。先来说说。我操！曹操坐着，莫非他爸的火箭也没来得这么快吧？大事不好了！撒了一嘴的哈喇子和灯泡糖掉在那闪，直接给老板吸了半杯果汁啊！不是工位，肯定有什么妙妙工具能把我拔出来吧？真别说，这东西一抹还挺管用，还差一点就拔出来了。萌萌让你拿根高咋没拿呀？这是开塞露。你们可能不信，开塞露居然是甜的，我操！